黄帝内经曰：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这句话时刻告诉我们，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那么重要。但是现代人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，像喝冷饮、吹空调、加班熬夜等等，这些会不停地消耗人体的阳气，导致人的抵抗力越来越差，大大小小的问题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身的阳气足不足？看以下几点就知道了。一、四肢发凉，他们一年四季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手脚都是发凉的。二、心情总是不好，一个人充满阳气，心里也会充满阳光。相反，一个人阳气不足，心里也会抑郁、苦闷、不开心。三、多汗，阳气有固摄津液的作用，如果明显比别人多汗，这种情况可能是阳气固摄作用被削弱了。四、肥胖，阳气不足可能导致代谢异常，导致肥胖，尤其是腹部肥胖，动不动就气喘吁吁的人，他们身体的阳气肯定小了许多。如果你有这样2个以上，说明你身体里阳气不足，需要好好增补阳气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人体自带的6大阳气窝，只要我们每天坚持通一通这6个阳气窝，这些窝里的阳气给释放出来，补充进人体里，让你阳气满满的。第一个窝，大椎，全身的阳精都汇聚在大椎穴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大椎穴又称为诸阳之会。拍打大椎穴可振奋一身阳气，达到通一穴暖全身的目的。拍打大椎穴，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拍子，这个拍子是我们自己研究设计的，弹性好，力量足，拍打起来很舒服。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度渗透进骨肉之间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刺激到大椎穴。每次拍打100下。第二个窝，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的正中间，当我们微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。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插住劳宫穴，然后顺时针旋转点揉，每次按揉3分钟，再换另外一只手，每天做1次。平时有空的时候，也可以伸出双手晒一晒劳宫穴，补阳作用不错。第3个窝，后溪穴。后溪穴连通督脉和小肠经的阳气，督脉主一身之阳气，所以经常刺激后溪穴，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人体补充阳气。找后溪穴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握拳，这里凸出来的地方就是刺激后溪穴。很简单，我们半握拳，把后溪穴放在桌子边缘上，通过腕关节来回滚动，即可达到刺激后溪穴的效果。经常坐办公室或者长期伏案工作的人，更需要经常刺激后溪穴，让你腰不酸，背不痛。第4个窝，气海穴。气海穴只看名字就知道了，它是气的海洋。气海穴又称丹田，是一称元气所在的地方。经常刺激气海穴，可以起到培补元气、益肾固精的作用。刺激气海穴的方法最好是艾灸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扁灸罐来灸，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温温的，直接倒扣在气海穴上面，熏灸15到30分钟。用罐子灸气海穴又方便又舒服。第5个窝，足三里。足三里穴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古人称之为长寿穴。足三里穴位于小腿前外侧，犊鼻穴下3寸，2指，距胫骨前缘1横指，就是一个中指。这里就是足三里穴，左右脚各1穴。30岁以后，身体的阳气逐渐衰弱，灸一灸足三里，让你眼不花，阳气足，
我们也是用扁灸罐来灸，对着足三里所在的位置，就这样灸。左右脚的足三里，每次灸15到30分钟。第6个窝，涌泉穴。涌泉穴很好找，我们把脚趾捉起来，在脚底的1/3处，这里有个窝，窝的中点就是涌泉。我们也是用扁灸罐来疏通，对着涌泉穴的区域，这样一边灸一边刮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也是刮灸15到30分钟。涌泉穴为全身出穴的最下部，是肾经的首穴，经常疏通涌泉穴，能刺激气血自然流通，气血通畅了，阳气自然就来了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睡眠质量不好，对身体的影响很大。如果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，其实是从侧面反馈出身体的异常，要及时调养。有些人总在凌晨3、4点醒，一般暗示身体有4大问题。1、肺部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劳累了一天，夜晚是身体各个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时间，肺是晚上3点到5点的时候进行自我修复。如果你总在这个时间段自动醒来，可能就是肺出现了异常。2、脾胃的问题。脾不和则卧不安，脾胃不好或者吃得过饱会影响睡眠。3、神经的问题。现代人压力大，长期生活工作压力大，神经容易衰弱，影响了睡眠质量，就会经常半夜3到4点醒来，难以入睡。4、抑郁症问题。失眠和早醒导致睡不好，容易引起心情烦躁、心情郁闷，要引起重视。如果总在3点到4点早醒，首先要疏通一下一条经络，就是肺经。下面我教大家疏通肺经。肺经在我们的手臂外侧前缘，我们用空心拳从这里云门中府的位置向手掌方向拍打，力度适中就可以了。沿着肺经的路线，有节奏的敲打。左右手的肺经各敲打5到10分钟。除了疏通肺经，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多梳头。睡前梳头有利于血脉通畅，可改善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，梳一梳头部，可使神经松弛，消除疲劳，有助于睡眠。我们用这个梳子来梳，用它的好处就是这个梳齿圆润宽大，能轻松穿过头发，不会伤害到你的头皮毛囊，还能够紧密的贴合头皮，更容易把经络上的瘀滞点疏通开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梳头的方法，我们先梳中间，中间有督脉和膀胱经，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这样一下一下的梳，疏通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用2个梳子梳两侧，两侧有胆经，也是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反复的梳5分钟，梳到头皮微微发热就好。好，梳完头，我们还要点按一下耳朵后面的安眠穴。安眠穴是耳垂后凹陷与枕骨下凹陷连线的中点，就是翳风穴与风池穴连线的中点，就是这里。找到穴位，我们也是用梳子来点按，用梳子最大的这个圆齿来按，稍稍用力，
以感觉有酸痛为宜。可以用2把梳子同时点按左右的安眠穴，每次点按5分钟。睡眠不好的朋友，晚上坚持泡脚非常好，水最好泡到小腿一半以上，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。良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前提，总是凌晨3、4点早醒的朋友，坚持按照上面的方法做，改善早醒非常有帮助。早抄胆经，身体好；晚推肝经，睡眠好。现在春天了，不管男女，都要来疏通身上的这肝胆经。疏通的顺序很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把顺序搞反了。早上起来先疏通胆经，我教大家用经络拍来疏通。我们从臀部的至边穴往膝盖方向拍打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拍打，每次拍打5分钟，最好能抄到自己感受到这条路线上有微微发热的感觉，左右都要抄打。这个拍子拍起来很舒服，很有弹性。抄完一边再抄另外一边，我们边敲打边感受，在胆经的路线上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疼痛的地方，或者有颗粒感，这是经络堵塞严重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疏通它，侧重多拍几下。拍打的时间最好是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早上7、8点的时候拍打。抄胆经有很多神奇之处，比如你坚持抄，可能身体很多不明原因的问题，慢慢就没有了。另外，胆经是一条帮助生发的经络，春天主生发，我们身体的阳气在春天生发起来，所以春天一定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身体阳气生发。另外，春天我们要养肝，疏通胆经对肝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肝和胆是相交的。春天新的一年开始，身上长了很多肉肉的，也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消除身体的脂肪。抄完胆经，大家记住，晚上还要疏通肝经，最好是晚上睡前1到2小时的时候进行。肝经的路线刚好和胆经是相反的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。肝经在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掌根来推，从腹股沟往膝盖方向推。两腿的肝经都要推5到10分钟。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拍子来拍更舒服。这个拍子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手工做成的，如果是普通的棉花做出来的手感很差。我们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，就是做棉签的那种棉花，做出来的手感很好，再加上超记忆钢丝的结构，非常有弹性，拍把是很舒服的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坚持疏通肝经，第一是直接作用于肝，第二是对改善失眠非常有帮助。春天了，新的一年大家坚持疏通，可能一些小问题慢慢就没有了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一定要多做这2个动作。平时容易生气、发脾气的人，做这2个动作也很合适。熬夜的人也应该坚持多疏通疏通。春天是适合养肝的季节，生活中有2大行为是最伤肝的：一、久视，比如长期看书、长期刷手机等等，都是久视的行为，对肝的伤害很大。第二就是熬夜，建议大家春天这段时间都早点睡，晚上9到11点这段时间段就要睡觉了。春天除了多疏通肝胆经，建议大家也要多注意以上2点。